现在出境这么萧条吗？浦东机场卫星厅人流稀少，除了日上，没有多少店开着。等飞机的老外在这里躺平。中国经济急剧下滑，大型商场出现大规模的倒闭潮，北京商场也是撑不下去了。各地企业裁员潮一波接一波的，民众收入持续下降。在北京打拼的北漂们对未来充满迷茫，有人过着极简的生活，有人干脆直接从北京回到了县城。近几年，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，国民消费普遍降级，旅游与交通费用大减。与此同时，前往中国旅游或公干的旅客也是大幅减少，导致各大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载客量下降。网上多个视频显示，包括上海虹桥机场、上海浦东机场、北京首都机场在内，大型机场乘客稀少，航站内外看上去空空荡荡的，如同空城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这是浦东国际机场，4月29号。休假的第一天，以往这地方你基本上看见的全是人，你都看不见地面。你现在看看，这是个什么情景？这是不是有点吓人啊？我看了好像觉得不对吧？是不是就我们三？来看看首都机场的免税店，现在第3的出发人流量真的少多了啊！出境的这个免税店冷冷清清的啊，没什么人，全是店员，跟以前比差远了。而且很多免税店都关了啊，这边这一排基本都关了，大不如前。哎，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是。上海浦东机场这边都没有人啊，我不知道以前什么样啊，有没有小伙伴知道的？那么我呢要去泰国啊，这边去泰国的人啊也不多，我给你看看啊，一直到那边那么远看才有，也就我估计20-30个人啊。这个网上说啊，说上海的韩国人多，但是我也没看着，可能上海太大了啊。中国航空业持续低迷，3大国有航空公司已经连续5年亏损。4月29号晚间，中国国际航空、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发布今年第1季度的业绩报告，显示这3大国有航空公司仍然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。兄弟们，今年的经济确实不怎么行啊，机场都没什么人，空旷如也。所以说这一次也是到日本东京看一下那边的情况，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冷清，很空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我们东京见。一位旅客来到黄山屯溪国际机场，当时是在中国新年期间，在下午2点，他发现候机室里连一位旅客也没有，他觉得很奇怪。没人，整个机场一个人都没有，太恐怖了。这是我见过最荒凉的机场，没人。工作人员都笑了，没人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不见鬼了吗？这还是国际机场啊，没有人呢。黄山屯溪国际机场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网红小醉近日在个人 YouTube 频道中指出，中国2个1线城市刚公布今年第1季度经济数据，结果显示中国最富裕、消费能力最强的超级大城市上海及北京第1季度消费竟然都下滑了。那么如果连北京与上海消费都上不去，其他的2、3线城市、县城农村不可能有更高的消费能力。最著名的王府井大厦，哎呦我天，哪个方向都没人呢，这人都哪儿去了？连王府井都没人了。这里是王府井核心地段最高档的王府中环商场，开业到现在才6年多一点。现在是清明假期前夕的傍晚6点多，可以看到360度无死角的空空荡荡，毫无人气。来，咱们换个角度看看，地面上这4层，每一层都是门可罗雀，恐怕只有那些不需要支付租金的大单奢侈品店才忍受得下去。现在是饭点，就连吃饭的地方都空空荡荡，不需要排队，可能是因为餐厅太高档了吧。
这里是附近不远处的王府井东方新天地，李嘉诚开的，可以看到人气稍微好一点，但也没好到哪里去。现在已经算是放假期间了，那平时人气又该多冷落呢？而且在这里行色匆匆的人，很大一部分还是去地下搭地铁的，本身并没有购物需求。看到这里，你觉得王府井已经衰落了吗？还是大家根本就不出门购物了？错，走到外面你就会发现，王府井步行街上还是熙熙攘攘，男女老少、本地人、游客应有尽有，只是大家更愿意在外面看风景、拍照、光顾路边摊，失去了去大型商场消费的兴趣。这算不算是消费降级的一种直观体现呢？在王府井这个租金最贵、大牌扎堆的地方，也能明显的看到消费降级，可见这个势头是多么深远，多么不可逆转。你觉得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空间研究者瑞姐。周二晚上8点多，我去了趟京西大悦城，一走进去，发现里面的人流量少得可怜。京西大悦城在石景山的核心位置，旁边就是地铁口，竟然这么冷清，着实让瑞姐吃了一惊。这里的基础条件并不差，北京有句俗语叫东富西贵，东边的朝阳和东城聚集了外企和创意文化产业，是北京商业最发达的地儿，而京西是各大部委、军事相关机构的所在地，背靠西山，不堵车，还有生活氛围，连空气质量都比东边好。京西大悦城填补了京西大型综合商业体的空白，但仔细看了看这儿的品牌，还是有些欠缺。除了 MUJI， 还有很多零售品牌都叫不上名字，没有快时尚品牌来撑场面，餐饮也没有太多亮点。关店了近1/4，店铺更新频率跟不上，可逛的店铺越来越少，自然就更难留客了。中国经济低迷，民众消费能力下降，在社交平台上，不少人发视频感叹在北京生活难以存钱。如果你还没有来北京，我还是劝你别来了。我叫阿元，今年37岁了，我已经在北京有7年的时间了。如果要不是说因为要还债，我早就离开这个没有幸福感的城市。其实在北京靠打工真是赚不到钱的，而且北京的工资真的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高，大多数都是6000到8000，除了吃穿住行，每个月到手也就只能剩2000左右。与其这样，还真不如回老家，随随便便找个工作，然后留在父母和朋友身边，这样过得会更轻松幸福一些。北京它是一个特别卷的一个城市，几乎每个人都是拿着8000的工资干着2万的活，还要时不时的被老板 PUA。你要不想干，有的是人干，因为现在在北京依然还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。在北京花着3000多住着连10平不到的小房间里，每天连上厕所都要争分夺秒，想吃一碗麻辣烫都要花40块钱。但凡想要住得好一点，就要接受每天单程将近2小时的通勤路程。就这样的北京，你还想来吗？这博主31岁，初中毕业，他说自己在北京已经打拼了10年。刚来北京第1年工资是1500，住在12个人一屋的宿舍，男女共用1个卫生间，费用200，一年都舍不得买几套衣服。那时候再怎么省都省不出钱来。过年回家买完票，兜里只剩了860块钱。第2年换了个店面，没有稳定客户就出去发传单找客户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没学历只能拼苦力，慢慢的稳定了，工资也能拿到7、8千。自发工资都会往一张卡里存2000。北漂这么多年，我从不贪玩，几乎每天都是1点钟以后睡觉，青春都献给了工作。一有时间就在想怎么多赚钱。不是我多爱钱，而是清楚的知道，别人的屋檐再大，不如自己有把伞。90后北漂7年，一共存了多少钱？我电影学院毕业到现在，在北京已经7年了。第1年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手里就4000块钱，租的900块钱的小平房，交的房租就剩下3000块。那个时候每天都是到各大剧组面试投简历，跑了20天，投了50份简历，没有一个面试上的，手里就剩下386块钱，眼看马上就要交房租了，1分钱都没有挣到，当时真的很绝望，完全没有在学校憧憬的那么好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接到了来北京的第1部戏，饰演女1号的哥哥，也缓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后来也陆续接到了一些角色，也存了一些钱，直到19年疫情开始，就很少接到戏了。风起洛阳也是我接到的最后1部戏，没戏拍的1年里，我把之前存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。后来父亲因为疫情也离开了我们，我也成为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，于是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下去了，我便选择了转行做一名主播，白天上班，晚上拍短视频，周末做兼职，同时做3份工作。3年过去了，还清了债务，存款6位数，却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。
大家有没有住过地下室、地下3层？大家好，我是90后没钱没房没车的北漂外卖小哥阿东，在北京已经7年了。刚来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找房，搬了不记得几次家了，每一次都是累得不行。住到地下3层，每天和车生活在一起，那个旁边是地下车库。冬天还好说里面不冷不热，到夏天完了太热了。最热的时候里面放2个风扇吹，就这样还出汗。住了大概有1年，再住身体就垮了。北漂找一个合适的房子太难了，地理好的价格高，便宜的话位置不好，所以搬家都是家常便饭。在北京生存怎么这么难呢？我想找一个大一点的房子，租个开间什么的，但是我没钱。昨天还说呢，加了1个小时的班，结果今天倒好，直接干到快10点。更让我天塌了的就是，我今天问了一下我同住的室友2个人，他们竟然都说今年不续租了，真的是天塌了。我已经在我现在的房子住了快3年了，可想而知我的东西有多么的多。我一想到要搬家，然后要重新找房，再找室友什么的，我整个头都大了。我在北京租了一个3平米小屋，因为房租很便宜。多少人说这个小房间不能住人，但是普通家庭的北漂人，有几个不是从地下室群租房过来的呢？除了房租，我尽量节省不必要的开支，生活开销只花几百块。生活不易，当家才知柴米贵。贫困家庭来到北京，真的不能通过努力让家人过上普通生活吗？我相信我可以，加油！我劝大家真的要少看网上的那些毒鸡汤，真的太坑人了。就拿我来说，我们在北京辛苦打拼了8年，在此我想用亲身经历和大家聊聊。第一句，越省钱的人越抠。我觉得省钱不丢人呀，没钱才尴尬，没钱装有钱才真的丢人。谁的钱不是一点点攒出来的呢？在挣钱少的时候，可不就得省着点花吗？对自己抠点吗？第二句，钱是挣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这完全是一句正确的废话。钱当然是赚来的，但没钱赚的时候就是省出来的呀。别去跟别人比吃比穿比潇洒，情况能一样吗？咱得掂量自己的实际情况，自己的赚钱能力，欲望和能力得匹配呀。北京人在北京都快活不下去了，我跟您说吧。可能外省的朋友啊，很难有人相信，北京人多数家庭啊都很一般，也很普通。可能很多的北京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呢。如果啊北京人去找工作，连工作都未必能找到，因为很多公司压根儿就不要北京人。如果这个公司的领导刚好是北京的，可能还愿意给北京人一些机会。但只要这个领导不是北京的，大多数面试的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不要北京人。您要问他为什么，领导就跟您这么说：因为你们这些北京人啊，懒，占着地儿，有着房，没有拼搏的精神，父母还有退休金，所以你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工作。我们这儿的工作只适合租着房要吃饭的北漂，因为他们工作啊乐意加班，愿意吃苦。在北京的公司不聘用北京人，这样的公司真的一点都不少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